好，第一島鏈難道要變天了嗎？等一下我們來關心到的是紅旗16F1獵殺 ATACMS 第二款武器，我們會來看到的是渤海怪獸現在掛彈。等一下可以來分析一下，它可以做這種低空的突防。那解放軍的武器全面進化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軍事圈兩個重大消息，今天帶觀眾朋友來看到這兩款武器。剛剛特別提到了嘛，第一款就是這個紅旗16F1，正式的進入到了東部戰區裡面，這一次比較特殊的事情是它的最大射程再增加，現在達到了160公里。攔截目標從過去呢，其實只能攔截包括了飛彈跟巡弋飛彈之外，現在擴大到了戰術彈道飛彈，也是擴大它在區域拒止的能力。再來就是針對於第一島鏈，包括針對於美軍跟美國在第一島鏈的這些盟友，強化它的反制，使用的是 ACMS 跟海馬式，中國大陸就可以靠它的紅旗16F1來做反制。所以節目一開始，先請教漢庭如何看這一種巔峰的對決。這個紅旗16EF 是什麼東西 ？F1 是什麼？如果我們要稍微想象一下，整個東部戰區呢，它是中國大陸的學校操場。在以前呢，隔壁班啊，就是美軍和什麼第一島鏈的盟友，有一群調皮的同學，他們有一個很強的這個彈弓。那這個彈弓就是 ATACMS 啊，可以從非常遠的地方就飛過來，把操場上的籃球框啊，通通都砸壞啊，就是什麼機場跑道啊，通通都砸壞。那以前大陸的防守比較弱，只能夠擋住飛過來的什麼羽毛球啦，或者呢是紙飛機啊，就是一般的什麼巡弋飛彈這種。那現在呢，紅旗 16F1 這個呢，它就是手臂非常有力，而且很強。它能夠站在操場的中間，就能夠摸到邊線啊，射程160公里。而且它反應很快，眼睛像老鷹一樣，隔壁丟過來的高速彈弓，它在半空當中就能夠直接把它給抓住。所以它專門負責守在中間的位置，把那些以前抓不到的壞東西，通通都攔下来。所以這並不是說呢，隔壁的彈弓就沒用了，而是現在啊，這操場上的銅牆鐵壁變多了。你如果想要隨便丟東西砸我們，你可能以前打得到，但是現在呢就未必打得到，因為可能你一丟，就剛好被接收下来了。那這個渤海怪獸又是啥呢？它就像是海上的滑板車啊，它就是一艘會飛的船，肚子貼着海面，高度只有幾公尺。那因為呢，它的躲在整個海浪的陰影當中啊，所以就像玩捉迷藏一樣，比較容易看不到，雷達很難發現它。而且呢，它的背上還插了4把武器掛架，所以是啥呢？就是非常的快，時速500公里，橫渡海峽非常快。那當然我們最後來問了，那就是這所謂的第一島鏈變天了嗎？就是以前呢，這個隔壁班同學搞了一個包圍小組啊。他就是戰術呢，就是要把大陸幹嘛呢？你們堵在院子裡面的操場裡面不能出來，那你如果出來我就丟石頭。但現在的狀況啊，是第一個院子裡面突然有一個超強捕手，就你石頭丟進來也打不到我。第二個呢，就他有渤海怪獸，他有這個滑板車，可以悄悄的溜出去。所以這你說圍牆還在不在？當然是還在，但其實已經非常不好使。而且在這2個武器出來之前，你看你說大陸的射程也好，攻擊的範圍，甚至是海軍早就到第2島鏈了，對吧？現在只不過是武器更加的強化了。所以呢，這個不是說圍牆塌了，而是圍牆裡面的人呢，其實早就有更強大的能力推倒它，甚至早就已經跑出來了。好，那所以我們等一下也請幹哥再繼續幫我們看一下這個武器的細節，因為剛剛漢庭也提到了這個渤海怪獸嘛，它有4個武器的掛架，等一下來看說到底為什麼要掛這些東西，然後它的優勢是什麼，戰力是什麼？但是它其實有一個重大的戰力，就是它可以低空的貼海飛行，而且速度非常的快，最快是達到每小時550公里，而且這個雷達是很難把它探測到的。那高度，這個貼海飛行的高度最多也是數十公尺而已。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速度，這個是來自於外媒的形容。他說呢，從大陸的沿海飛到台灣海峽不用1個小時的時間。如果是在台灣，如果是福建直衝新竹的話，只要22分鐘。那幹哥怎麼看？好，你講的這個就是重點，22分鐘就是這一項武器的重點。什麼？就是非常突然的這種進襲，就是說你要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達成攻擊的
手段的話，如果是22分鐘就能夠抵達台灣的沿岸的話，這個武器就代表它有效。可是這個武器叫做異地效應飛行器。什麼叫做異地效應？就是我有機翼，但是我有地面，其實那個地面就是海。機翼跟海之間，因為我的速度而產生的一定的升力，我不會掉下去，但我也不可能飛太高。大家了解嗎？它的運作原理，它就是一直貼着海。它貼着海一直飛過來，它要夠快，因為慢的話它就掉下去了，但太快的話它又飛上去了。其實不可能，因為它就是異地效應武器，它不但飛不快，也飛不高。但是它就是採取5到10公尺的高度，它可以躲掉敵人的雷達偵測，這就是它突襲突防的優勢所在。那這個觀念其實是從俄羅斯延伸下來的，它的前身叫做里海怪獸，大家都聽過。那但是里海怪獸到最後是放棄了，你知道為什麼嗎？就是因為在技術上面失敗。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這樣子的飛行器只能夠直線飛行，它一拐彎的話，它會比那個船艦有沒有？美國航空母艦要拐個彎，你知道要拐多大彎？大家可以從我們的新竹南寮拐到桃園去，它才拐過來。那你如果說是像這樣子的飛機的話，它拐的彎也很大的，為什麼？因為它沒有辦法拐彎，它是一個很大的飛行器，它只能夠直線飛行。所以這種飛機，老實講一句，它在很多這個測試之中，它都失敗了。為什麼？海浪高過5公尺，就會把它淹沒，它就掉下去了。所以像這樣子的飛行器，它雖然在突襲上面很有用，但問題是它的籌載是另外一個問題。什麼意思呢？你想想看，22分鐘能夠到新竹外海的話，那它要帶足夠的士兵，對不對？它的前身蘇聯的里海怪物，號稱可以帶150名全副武裝的士兵，從來沒有實現過。現在渤海怪物，你能夠帶多少士兵？這才是我們要問的重點。士兵之外，重型武器你能帶嗎？為什麼會有歐洲野牛這種氣墊登陸艇？也就是說，我們很早以前就有講過，歐洲野牛氣墊登陸艇，是因為當時就是如果解放軍要登陸台海的話，需要這種登陸艇，美國的解決方案是用 LCAC， 也就是一般我們所說的氣墊登陸艇來登陸，因為那種登陸艇它才能夠載戰車上來。那你渤海怪物它能不能載戰車？現在是一個問題。以這個規格來講的話，它是載不了，但是它可以載飛彈，它可能可以攜帶4枚鷹擊12反艦飛彈。可是對於像這樣子的飛行器而言，它攜帶反艦飛彈是不經濟的，是不實際的。它的功用應該是攜帶武裝人員，儘快如果有這樣的飛機10架，它儘快可以突襲到新竹外海，或者是淡水外海，它就可以放下特戰隊員進行斬首行動。這個叫做渤海怪物它的實際功用。對於它到底帶不帶飛彈根本不重要。所以大家就應該要理解說，前蘇聯放棄的武器，我們中國沒有放棄的原因是什麼？因為如果它真的對於登島是有用的話，那我們就一定要研究。我覺得不会這麼簡單，因為你知道在太湖啊，對，太湖有商業營運呢，有跟一樣的渤海怪物這種營運，但小得多，你知道嗎？它的那個昵稱叫做天鵝，可是它一點也不像鵝，為什麼？因為它如果發展像的渤海怪獸那麼大的話，那就會覺得那就叫攻擊武器了。所以其實從來沒有放棄過那個研發。那我們認為像這樣的研發，大概還要3到5年之內才會成熟。我也相信，以現在大陸的技術，5年之後，它發展出來的渤海怪獸會成為真正的怪獸。好，一方面我們剛剛看到的是這個大陸的戰力在第一島鏈這邊的戰力的威脅，那看在這一些包括了美國在第一島鏈的盟友的眼裡，其實他們也會擔心說，那接下來美國可不可以保護他們？因為近年來可以很明顯的看到美國的整個它的戰略都在後撤當中。那尤其現在有一個最新消息是來自於德媒的明鏡
這個媒體做了一個披露，說呢，美國的戰爭部長已經和北約的一些高層有會面過，有跟他們說，接下來美國可能會縮減在歐洲地區的這個軍力部署。那有一些具體的項目，我們來看一下面板，包括他這邊提到說，戰略轟炸機的數量會直接減半，然後呢，戰鬥機會減少1/3，驅逐艦數量也會減少，而且不會再向北約提供任何的核潛艦了。那針對這些問題，玉君怎麼看？对于美国来说，它的考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從北約在策略或是戰略上面的收縮？那它有可能是第一，它因為自己國家內部的財政問題，就是說因為財政然後經濟上的不好，所以很多選民呢不願意再讓美國呢去歐洲做這個北約。那事實上這樣子的想法不一定是對的，因為防守美國呢，或許在歐洲這個駐點呢是比較便宜的，除非美國未來不願意再去把它的實力這個到全世界去放送，因為這是它美元的基礎嘛，所以這個是一個國內的政治問題。但是經濟議題的39兆的債務問題呢，它每一年要付1兆的這個利息呢，這個是真問題。對，那我覺得這比較是赫格塞斯現在面對，就是手上沒有米。沒有錢，你要我怎麼辦？那當然也有人討論，就是說這是不是一個戰略上的一個改變，就是重返亞洲的一個改變，所以它需要一個戰略上的一個重新的分配它的資源。但這其實對我們感覺起來是似曾相識的，因為英國在1968年的時候做過類似的東西，他告訴他自己的這個盟邦小弟啊，不管是這個新加坡啊、馬來西亞、伊朗，說你們各自守好你們自己的。老大，我要回家了就是我沒有辦法再守住你們了，你們自己要各自把自己的這個軍備提高。這美國現在就告訴歐洲人這件事情嘛，不管是這個德國也好，法國也好，那你應該提到就是說，它在執行面結構的執行面上呢，其實我認為它這個核潛艦的撤離歐洲是最大的一件事情。那我們常常看電影，比方說最後一集這個 Mission Impossible，不就是在講說美國跟這個俄國他們在地底下在水裡面他們這個潛艦核潛艦的故事嘛？所以這是一個真正的海裡霸權的一個問題。美國真的要把核潛艦撤離之後，它要撤離到哪裡去？那這個未來的這個戰略的整體的收縮，因為歐洲現在顯然是沒有辦法補上核潛艦，美國留下核潛艦的這個空區。它或許有它一些轟炸機啊、戰鬥機啊、驅逐艦，它都有，但美國是沒有，就是美國撤離核潛艦，歐洲到目前為止是沒有這個能力補上的。那對於俄國來說，是不是一個大禮？那這個大禮是戰略上的大禮呢，還是我們剛才講的，它只是因為手上沒有資源，或者是美方還有怎麼樣的想法？那我覺得回到最後就是說，對於這些歐洲國家或者是美國的盟友來說，他現在一定非常的害怕，就是你到底是講真的，還是川普你又要跟我們交易什麼東西？你是不是說我又給你買點大豆，買點波音，你的潛艦又開回來了？會不會有這種感覺？那對於台灣來說，應該是開啟台灣自助的時代。那自助台灣要怎麼做？因為美國會不會從所謂的戰略模糊，變成所謂的戰略漠視？這就是台灣未來我們自己要好好討論的事情。好，謝謝玉君。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